节电影微首映栏目。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邀请到电影《满江红》的2位主演做客我们的微博直播录。我们也给大家每个人手里发了一只这个小浪啊，我们最新的兔浪。一会儿呢，如果大家觉得有自己心中的答案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兔耳朵指向你旁边的人，或者是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也可以指向别的人。然后呢，我们会穿插的问一些小问题。好了，那上来呢，先是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就是孙军和张大谁的武力值更高一点？3、2、1。哦，看来都是统一的答案。那谁的智力值更高一点？智力都挺高。对，就随便指一下吧。那谁的心眼子更多一点？3、2、1。其实也都每一个人基本都对，就没有傻的里面。哦，好的。那看你们的这个有那个定妆的小视频啊，每个人的这个眼神杀都非常的帅气。那腾哥其实以前给大家印象都是非常轻松欢快的啊，这次也变得就是眼神杀非常的帅，有没有什么眼神杀的小秘诀分享给大家？那个眼神杀的帅，仅仅停留在照片上。其实我在电影里面好像也，这导演也想让我们几个负责这个搞笑一点的部分。但是当然也有这个很认真、很炫酷的那种时刻。但拍照嘛，拍照反正你就是拍完1秒破防。对，其实我是不太习惯看我那样。问问孙军大人的这个眼神杀有没有什么秘诀？反正孙军的底色，反正基本都是偏狠，然后凌厉的那种吧，然后也算是就是他的底色，然后就拿捏住这个就好。那比如说腔调啊。你个人的底色呢？我就是不苟言笑。所以跟你本人的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俩进组的时候啊，我俩已经一起工作了3、5天了，就除了笑，我没听他说任何一句话，我都震惊了。但我以前也知道千玺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一个人，但我没想到那么不爱说话。他说熟了之后，反正就就笑呗。所以这个来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谁是剧组的开心果？讨人喜欢。这个很难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完了之后，这个现场也好，生活中也好，大家都喜欢去逗他。那千玺也说说，就看到腾哥一直在逗你，会不会就是笑场啊什么的？对，就是我们里面很难处理的，其实就是憋不住的笑场，就是很多，然后就是一笑起来又忍不住，然后又停不下来。那在这样一个剧组里，这些哥哥们啊，其实很多还是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其实这个剧组的氛围应该很开心吧？对，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好的，下一个问题，那在片中你们俩谁做主，就谁听谁的？3、2、1。还是听这个职级比较高的人。我看腾哥，我看了一些花絮啊，就腾哥在片中好像各种被揍哎。被揍了，就基本上也都被他揍了。我看片中今天有一个花絮是千玺踹那个，用脚踹腾哥，然后直接把他在地上踹了360度。千玺演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怎么样？无比快乐。没有，就是有点不好意思踹，有点不敢下脚，然后说实话，看脚印子现在还在呢。然后呢，腾哥有鼓励你吗？说没事儿，放心踹，会这样吗？对他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后来，因为你越不好意思，你就意味着你要多踹几遍。赶紧踹完了完事儿，对吧？那下一个问题，谁是片中的颜值担当？3、2、1。还有女孩呢？就咱俩，还没女孩怎么的？哥就跟你都没有一比了，是吧？好的，那2位都是啊。先来说说腾哥吧。那肯定还是千玺。
就这次其实。也不是这一次了，就易谋导演对于演员的要求一向是比较高的，所以希望演员瘦一点啊，能瘦出这个轮廓感。我看沈腾哥这次的瘦身效果也非常显著啊。就您自己现在对于自己的轮廓感还有下颌线比较满意吗？自打有了轮廓和下颌吧，天天好像就是好像不多吃点，好像也体力跟不上。就好像有一个花絮是这个郭京飞本来说你看你这么富态，就一看现在不富态。对，生在那揪我脸的，所以现在是改变了大家的印象。那再说说这个另一位颜值担当啊，孙金大人。千玺这次的造型是非常 man 的，可能是成熟度最高的一次。然后你留长发、留胡子，还有那个战损妆，这次的这些新鲜。这次这角色基本是尝试过的，就是最成熟，然后最有高姿态，就可能是这一类角色，然后也是我特别想演的，然后也喜欢的这么一个范儿，就是自己会有点忐忑，然后就是演之前也会做一点心理建设。就是成熟感的角色。我会更偏向、更喜欢这一种。确实挺经典的。但是小胡子一留起来，反正我是一开始说千玺，我想着，但是导演在造型上各方面还是给我们帮助很大的。对。那千玺以后自己会留胡子吗？我是第一次。没到年龄。我是第一次见导演的时候就是留了一点小胡子，然后导演说，这胡子可以留，然后也就用到这角色里面了。你那会儿就留着胡子去的。留了一点点。就直接带着角色的感觉去见导演。就是不爱管。好的，下一个问题也不仅限于你们两位啊，说片中角色和本人反差感最大的是。反差最大的。可以思考一下。都有点反差吧。我提一个，就我觉得雷佳音演的那个，就是一个很弱的那个情况，反差感很大。对。那千玺觉得那个就是跟你很熟的这个佳音哥。对，我也觉得雷哥，而且其实他的角色里，就角色本身在戏里面其实也是有反差的，这个他也需要去演。对，这也是难度。就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就未来如果腾哥要演一个大奸臣的话，会是。那我就按雷佳音的演的。表处这个有名有姓的这种角色，而且尤其是这个前面的演员，包括前辈演完了之后塑造的非常成功的，再拿起来演的话，会很有压力。我觉得这个雷佳音这个表现的非常好。那也有粉丝问千玺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演坏人或者卧底吗？想啊，当然想，也喜欢。所以这次你到底是，可能还得有待揭晓哈，我们还要保密一下。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片中的步数王是谁？因为我看在大院子里，大家这应该是你们两个。这种戏很多，对，我俩可能会戏啊，对，做旧的那个。我们那个 iPad。好的，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呢，会给两位看一下这个你们的人物预告，然后可以有一个 reaction， 你们互相看，可以有一个 reaction， 你们互相看对方的。你们之前可能已经看过了，我们稍微的再回顾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光是这样，它剧本本身节奏就。很幽默，然后就会让人很亲切，然后就会
很快的带入我们之间剧里的那个关系。就是前2天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或者怎么着，然后反正慢慢挺快的，就能没这么片面，多说点。那我们不剧透啊，因为是个悬疑片，那可以是大概的讲一讲，就是最过瘾或者最难忘的一场戏。笑场嘛，笑场是太难忘了。哪一场笑场？因为这个拍戏现场就是这样，不笑则已，就一笑吧，就特别收不住，哪怕这个笑几条之后开始发毒誓，完了甚至说请全组这个什么吃冰棍儿喝水啊，就是也，反正无论你怎么样，你都收不住，就该笑还得笑，你就一定得把那个劲儿过去了才行。那千玺也挺难的，面对这几个没正形的哥哥，完了之后就想忍，完了也忍不住。有时候我看他是最好笑的，因为他确实想忍着，但他也确实忍不住。千玺可以说说，对于演技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需要极强的信念感？对腾哥这样的，就是我们每次action 之前就会给自己就是念，然后自己做建设，说千万不能笑了，一定不能再笑了，然后就是对导演都不好意思了，就是我们笑这么多场，然后导演对我们还是特别宽容。对，过不去。那这次就是大家都是古装片嘛，腾哥可以讲一讲就是穿古装的这个铠甲的感受吗？会比较沉啊，热呀？那确实是又沉又热，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那会儿正赶上大夏天最热的时候，完了那盔甲又真家伙，那确实重量也在，密度也在，那确实还是挺难受的，但是我觉得质感是真的好，那千玺这次是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再次演古装片，然后也是你毕业之后可能对于表演有了更多心得之后，再去演，你觉得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的体验？本身题材啊，然后年代啊，角色本身就有挺大差别的，就哪都不一样。哪不一样。好，大家都夸你们抱着兔子好可爱。好的，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给大家看一些人物的海报只看眼睛，因为大家都是眼神杀嘛，那相信你们也能认出来是谁啊。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抢答。sorry，这应该是郭京飞。还不太确定，郭京飞。好的，下一个。我不是眼神杀，我是杀眼，我这是稍微确实有点看不清。这个大盆儿吧？魏翔。你猜吧，我给你拿着。我给拿着，让千玺猜吧。您跟魏老师不是应该很熟吗？那太熟了。那怎么认不出来？来，我们回答我这眼神不大行。问题吧，就刚才提到魏翔老师，那腾哥评价一下魏老师这一次在片中的造型风格吧。太惊艳了。太惊艳了。对，就是那个外族人哈，按说他长得应该还是比较就是汉族的那种那种哈。完了之后拜个外族人给扮上了之后，哎呦，那也太有样了，反正把我是笑坏了当时，那可信度也很高。魏老师对于他的造型心情还好吧？心情不知道，内心深处的事儿咱也不好问。这个头发还是蛮有挑战的。哎呀，太有挑战了。好的，下一位。这个是。这就是张译一个。一个。好的，下一个。这个不用猜了吧？这个。好的。这不会是千玺吧？看来我们的难度不行。这大牌。
哟，是吗？雷佳音，这是啊，我们的这个秦桧儿。哎呀，这这，这来说说他的名字。导演，导演啊，那我们来聊国聊导演吧。师国师聊聊导演，就是那个艺谋导演一向以这个敬业著称啊，就之前的演员都说他就睡得也少，吃的也少，然后工作狂，每天还要运动，也不知道在《满江红》剧组他是不是还是这样。还是这样，但是多多少少也让我们带跑偏了一点。有一点。就这次属于导演也经常被你们逗笑，是吧？对，我觉得这个导演，据说导演身边的人评价导演这次拍摄比以前要活泼一点，还轻松一点，可能也跟这个全组的大的氛围有关，大家可能也影响导演了。那可能跟里面有一些喜剧元素可能也有关系。之前看腾哥说等了30年，终于跟张艺谋导演合作啊。可不咋的。所以就是最初接到邀请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很开心，很兴奋。完了之后，这个尤其是真正的合作上了之后，还真是觉得，哎呀，需要学习东西太多了。这是毫不客气的讲。就是他在那个年龄了，完了还在这么这个，光是高产出啊，而且还是高质量，包括平时对自己的那个要求，不管几点下班还出去走去呢，锻炼身体，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他是撑不住这么大的工作量的。带我上楼梯，那真是比我还轻盈。很服。那千玺呢，是跟又一位大导演合作。导演就是时刻都很和蔼，对，然后就是对我们很宽容，然后各种效率都很高，然后自律就是哪儿都很厉害的一个人。你们都合作过很多导演了，就是张艺谋导演在指导演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啊，反正他是给你空间的。我觉得有他在，就是你敢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反正有这么一个人给你把着呢。所以你会有一些即兴碰撞出来的台词被导演那保留。肯定会有吧。很多，腾哥很多。那千玺这次就是也是跟艺谋导演合作，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花絮，好像也是是导演鼓励你了，还是夸你了，还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鼓励型的导演。是的，反正每一次拍完，然后收工之前，刚回放什么的，只要就是导演坐在椅子上，然后转头跟我们说不错啊，今天拍得好，然后就心里会特别暖，然后就特别舒服，很开心。就你以前有时候会就演完一个角色会留下一些小东西作为纪念啊，这次就对于孙军有没有什么纪念的方式？我拿了一把小刀，就是我腰那个小刀，就我喜欢那个。很喜欢那个。对，你们这次的兵器还都蛮有意思的。非常酷。非常酷。还有粉丝关心说千玺现在腿伤有好一些吗？好多了，拍《满江红》那会儿就已经好很多。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一个，就聊聊过年吧，因为我们这个马上就要春节了嘛。那两位今年春节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或者说是，陪陪家人，还是带着朋友一起去看《满江红》之类的？跟家人待着，然后有可能出去玩，然后带朋友看《满江红》，都会有。春晚呢，歌德小品看不看？看啊，继续看。我最近就没干别的，就是天天拍小品。腾哥，也不能给我们透露点什么。小品吗？嗯。小品
也不好透露吧，应该是不太好透露。电影也不太好透露，因为电影确实是个悬疑片，我真的把握不好该透露哪儿，该不透露哪儿。那我们有一些聊家乡的环节啊，就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你们会吃饺子还是吃元宵？过年我们习惯是吃饺子。我也是饺子。对，我也是饺子。那两位家乡有没有什么过年的小习俗？以前都给什么亲戚串门啊、拜年啊，现在好像也慢慢这种也都少了。以前放鞭炮，那现在的规定好像有的可以放，有的还是不能放。再有就喝了。还有啥？基本都是这些，吃饺子放炮。为什么还有网友问千玺会不会穿秋裤？冷就穿呗。这也没啥硬性的，看家里温度是多少。还有网友 Q 千玺说：“你快把秃浪捂死了，快让他喘口气。”我们今天秃浪非常幸福，很多网友都在说好想成为千玺怀中的小兔子。大家都对秃浪非常好。那有没有给大家送一下新春的祝福？如果会家乡话的话，可以用家乡话；如果不会的话，普通话也可以。我这一直说都是家乡话，就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健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了。好，千玺有什么祝福想送给大家吗？祝大家身体健康，健康也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看看网友今天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记得穿秋裤。为什么大家对于秋裤这么的执念？支持满江红。声音可以大一点，网友有点听不见。好，那现在我们给那个秃浪签个名吧，然后回头我们会把这个秃浪作为福利，然后以抽奖的形式送给大家。大家关注我们微博电影的相关账号，那之后呢，大家会拿到这个快被他们捂死的小兔子。好，我们现在留一些时间来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赶快在直播间提出来。千玺对于摄影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啥？对于摄影，摄影，因为其实你们拍片的那个山西的大院子非常的好看啊，就不知道，拍摄期间或者是拍摄结束之后有没有去周围转一转？咱们这次好像用了个什么技术吧？摄影，就是为了晚上的一个什么景儿，晚上那个效果。我们这次好像色彩上也挺特别的，夜里冷的、灰的，就那周边好像也没啥机会转哈，也没咋转。有的偶尔骑自行车。然后，要说古人范儿怎么找？就是有没有什么贴近你们角色的方法？因为你们这次的角色其实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是一个比较虚构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找到这个角色支撑点的方法？你说张大这个角色好像还蛮难找参考的，对不对？对，跟那个导演讨论过，这儿还挺难借鉴的。那你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跟剧本的差别大吗？因为感觉很多其实都是很有喜剧色彩的嘛。对，一开始剧本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多的那个，是不是？喜剧喜剧部分哈。因为现场做。对，因为后来是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喜剧元素，所以就 后来这个导演领着大家一起传了一传。
那导演有没有给你们推荐一些，比如说片单呀，或者是参考的电影啊什么的？好像也并没有吧。我觉得导演不是愿意给人压力的人，他可能太信任我们每个人，他觉得可能大家自己会做这些工作。之前看千玺的采访有说，就是你在不工作的时候就会放松自己，然后去吸收一些养分，说最终所有的这些养分都会对表演是有利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感悟呢？进学校之后，然后反正进学校大一的时候，就是老师也会布置这些作业嘛，就你不去做这些，不完成这些，其实就是那个学业也过不去。那会儿开始有这个起步的这种念头。就是说最终提升演技可能都是在表演之外的东西，是可以这样理解。咋说？就是，因为我们算一种特殊的创作材料，然后我们可能所谓的那种塑造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那种多重想象的结合，就合起来。所以这种想象里面有这种主要来源，其实跟我们生活阅历啊这些是分开，就有用的。所以两位在表演之余会去多体验一些生活吗？比如说看千玺之前说他也会经常去胡同里转一转呀，甚至体验一些别的职业呀。就是瞎玩儿。现在是，当然有这个机会更好了，我们也希望这样。但有的时候想体验生活，其实体验的也不是他其实真正的那个对，就很难接触到了也。然后还有网友提问说，就两位觉得这个人物，你们自己人物身上最大的魅力点是哪儿？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真得是电影里看，对，因为我们一说这个吧，也容易就破了。所以还是要保留一个悬念。那还有问千玺说，觉得对孙金的演绎上最满意，或者说是还不太满意的地方是哪？最满意，我觉得也是留给观众评判吧，也可以。咱自己说了也不算，自己老夸自己也不太好。但确实我觉得演得特别好。还有说有没有从张艺谋导演身上呢学到什么新的东西，是对以后的表演可能还会有用的？很多呀，我觉得各个方面，无论是表演还是做人，还是对工作的这种热情，我觉得对。还有说这个想问一下，千玺是留了多久的头发？因为看了这个拍《满江红》的时候，这个头发非常长嘛。反正2-3个月吧，2-3个月大概留到盖下巴这儿一点，然后造型师能用就 OK 了。那最后剪掉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心疼？剪掉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当野人当太长时间了，也想剪。那腾哥留头发最长的时候是？最长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就千玺这么长吧。那还有说问千玺说，之前的角色经常是被挨打，那这次孙统领是打别人哈，尤其是有这个暴揍腾哥的戏份，说那个这次是不是会满足一些这个演动作戏私欲是吧？发泄一下。是我其实一直想演动作戏，就是想，就是帅帅的、凌厉的，然后就是我喜欢这种戏，其实，这次是满足。而且你也适合。然后这个《满江红》其实，之前虽然不能透露啊，但其实也有业内看过了嘛。那
大家就是对于剧情上，因为它是一个悬疑片嘛，就肯定有很多剧情是不能剧透的。就两位要不要也对着我们镜头就呼吁一下，就上映之后，比如大年初一，大家还是要忍耐一下，就让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之后。对，我就嘱咐一下这个像我这样性格的观众朋友，嘴碎的一定要这个忍着点儿。好，你可以说好；不好，你也可以说不好，但是一定要忍住，别说内容。谢谢。对，就别剧透。别剧透。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悬疑片，那两位平时喜欢看悬疑片吗？我看的少，看的少。我以前爱看那个动脑子的片儿，现在不爱看动脑子的片儿。其实《满江红》是一个就它又是悬疑又是喜剧，然后又是古装，对吧？所以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电影。挺难的，其实我真觉得这真的得是一个大导演才能把握得住这一块儿，因为悬疑和喜剧本身是挺相冲的，所以怎么把握好去啥留啥，我觉得还挺重要的。那我们还有网友留言问说，两位平时喜不喜欢玩什么剧本杀呀，或者是一些推理游戏呀？那腾哥先来吧，腾哥其实在综艺里经常会玩一些推理类的游戏嘛。你觉得你的这个推理能力？我逻辑思维一般，我都是玩那种游戏都是被先投出去的，就因为画太密，我一画密，人家就觉得我是这个反派。就经常是属于被怀疑的对象。对，其实并不是啊。那千玺会有去尝试一些剧本杀呀、狼人杀呀这样的？我以前尝试过狼人杀，反正就是一窍不通，就根本搞不懂在干嘛。然后剧本杀也是，就是暂时还一直没有感觉，然后就也还没有尝试过。但是你看起来应该就是会让人很信任的。我就搞不懂，我不知道，就是啥都没发生，我们在推理什么呢？就是我有点跟不上。那你万一要是抽到一个反派的角色，那大家会怀疑你吗？会，以前我对狼人杀产生排斥，就是因为大家一看我就能藏不住，是吧？藏不住，还有问那个大家平时喜欢怎么放松自己，比如说，最近有没有看一些好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有什么新鲜的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放松方式还有很多。好多人问，有好多人问千玺哥喜欢喝什么奶茶？哈，什么奶茶？比较少，我对奶茶也还好。过期的奶茶。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啥都行。腾哥有没有什么放松自己的方式？我看看电影，完了有时候跟朋友喝点儿，打打游戏。放松的话就这些吧。然后这次在片场谁最好笑？应该是腾哥吧？除了腾哥之外，还有谁会经常逗大家笑？都挺好笑的，月月啊、大潘儿啊，这个雷子呀，这个郭京飞呀，这都，说实话都挺好笑的。在剧组古城里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动物，什么猫猫狗狗啊？里边儿，咱拍戏里面好像没什么啊，野兽啊什么的。戏里好像就一只鸟。对，一只鸟。就是拍摄场地那儿有好多小野狗。对。还有比较有趣的问题说，孙军大人如果穿越到唐朝见到李泌会说什么？说刘北山和孙军打起来谁会赢？哇，好复杂的问题。赢那肯定是孙军。对，孙军反正是现在最厉害的。对。是你演过的武力值最高的一个角色。好的，那说去年会为角色做哪些准备？这次为孙军会看一些古代的诗词啊，或者是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我觉得
其实帮助没有那么大这方面，就是偶尔刷一刷关于那个时期的小纪录片，然后看一看，就反正对那个时期有一个基本的，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人物其实也都是虚构的。满江红剧组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吃的怎么样？吃的挺不，吃的还挺不错的。那腾哥在减肥呀，应该吃不了多少。我在那时间段吃就行。完了，我也把我们老家那个齐哈尔烤肉弄去了。大家没事的时候还能吃烤肉。那这次会有很多武打方面的戏份吗？对，有。会有。那剧组会请专业的老师来教你们吗？对，会有，而且是偏写实风格的。对，就是不会有那些套招，没有什么套招，都是一招制敌的那种，特别酷的那种。对。那这个应该是千玺就很长时间都想演的这种带武打戏的角色吧？对。然后，那今天有一个热搜说，这个郭京飞说沈腾瘦了20斤，是属于郭老师在帮沈腾哥在这个宣传他的瘦身成果。对于郭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话？25斤，还说少了。希望郭老师也能够早日启动我的那套减肥方法。当然，减肥方法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啊，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找着适合自己的最合适。那腾哥有什么就是减肥的？我那都说过很多次了。好，想问问千玺下部作品是什么类型的？有没有考虑多接一下反派的角色？这种其实也是，暂时先不给大家这个透露出。反正我是会更喜欢，更喜欢酷的，男孩。好的，那今年的这个春节档非常的热闹啊，有好多的电影。两位对于今年春节档有没有什么想跟？因为也是我们这个疫情之后，然后市场又在复苏的一个回暖的一个迹象嘛，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现在拍个电影，从拍到上映已经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了。真切的希望每一部电影都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完之后都能赚钱。今年有什么你特别关注的电影吗？也没有什么特别关注的，我就是觉得大家都能够，能够这个付出跟收益能成正比啊，这跟收获能成正比就最好了。好的。对。谢谢。就是都不容易，然后希望各自都有各自满意的成绩，希望都好。还有好多粉丝问你的专辑的情况。反正上半年，哪年的上半年？那再来安利一下《满江红》吧，就是跟今年春节档其他电影相比，有什么特别值得大家去电影院看的，可以期待的点？这个，因为其他电影我们也没看，我们也没法做这个比较，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好。谢谢，再来安利几句《满江红》吧。满江红，悬疑喜剧，然后反正有挺多元素的。对，就不跟别人比的话，因为我已经看过这个成片了，我自己是不但有笑的地方，哭的地方反正也很多，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讲，待会儿看不至于这个觉得浪费了那2个多小时。好的，那谢谢2位。然后今天我们直播间网友一直在给大家给满江红打 call 啊，很多大家都在说这个满江红大卖，也希望满江红和今年的整个春节档都能有一个好成绩。是。
然后大家后续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微博电影，包括我们的有电影的福利券的发放，然后还有2位手中可以给我们镜头展示一下你们签的这个名字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兔浪，对，之后会送给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网友，拜拜，辛苦了。